行啊，东子，拍的挺好的。两个人都好漂亮啊。安晴，你学学人家东子，你看看人家拍的，在我心中都快成大神了。我这蜗牛马上也强化了，我马上就要成为游戏大神。你也玩最强蜗牛啊？你带带我呀，搞不好我也成大神了。你大神不大神的我不知道，不过东子拍这照片儿，哎，确实怎么样？哎，你看看，你看，挺好，不错呀，东子。哎，真不错，真不错。对，这张也挺好看。发给我。放心吧，钱哥，我们已经发给贺老师了。可以。喂，您好。非常抱歉，如果您想寻求更多的心理帮助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心扉液化官网，上面发布了一个心理咨询工作室的专属热线。哎，钱哥，这最近心理咨询的电话挺多的。自从 C No 那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有很多听众打电话，想让赫顿去做咨询。刚刚听众还说呢，问说有没有能联系上能做免费心理咨询的。他说他儿子从小就不愿意讲话，可能是有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做心理咨询。钱哥，哎，我们可不可以促成公益组织和心理咨询室的双方合作，免费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啊？这个问题呢，我还真就问过赫顿，但是据我了解啊，在一个咨询关系开始之前呢，一定要先建立好双方准则。这免费的咨询呢，这来访者在改变自己的动力上往往是不够的，这咨询的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像什么爽约啊、不配合呀，这些都是问题。怪不得那些心理咨询师只愿意低价提供帮助呢。哎，苗子，咱们如果要是建立一个信息中转站，从技术上有难度吗？这个无非就是开发一个网页或者做一个 app， 操作再简单点儿，就弄一个小程序或者公众号就行了。我懂了，钱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桥梁工作啊，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把那些各种有需要心理咨询的来访者跟咨询师的联系渠道嫁接在一起。现在来看呢，是需要心理救助的听众比较多，咨询师比较少。那咱们就可以通过心扉液化来发起和寻找一个心灵使者，让更多有意愿的心理咨询师来加入我们。那我去把我们现有的咨询师列一个名单出来，这样也可以更好的推荐给我们的听众。那我负责客服，那我解决技术。那我哪儿需要我就去哪儿。真是够了。事儿多。你再看这照片。不行，这太傻了，这。詹女士你好，贺老师你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咨询，所以我可能会向你提出很多的想法跟问题，我会记录下来。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不适，你都可以提出来。你好像一直在看时间，是有什么问题吗？哦，不好意思啊，我5点钟要去接我女儿放学。明白。我们的咨询时间是50分钟，大概在3点20会结束，这个时间是可以的吗？那来得及。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啊。在开始之前，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呢？我觉得我很不正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居然想伤害我儿子。这只是你的臆想，这样的行为只停留在你的脑海里，对吗？你有认真计划过吗？我没有计划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念头总是会突然的冒出来，我特别的害怕，我有一天真的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现在的状态非常的焦虑，不过想法并不代表行动。我们的大脑每天有无数的想法，也许这个想法不一定是最可怕的，但却是最令你担忧的。我想，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想法的背后，那你的情绪和你的状态、你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你跟你的儿子生命受到伤害，你认为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跟变化？我觉得那就一了百了了。或许我的生活可以回到从前，它对我来说是个意外。可是我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你好像有些后悔你生孩子这件事情。儿子出生以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有哪些事情是你想一了百了的？来，进来啊，看看我的大胖孙子啊！刚生下儿子那会儿，我还在喂奶。我婆婆特别兴奋，总是喜欢突然就带着一群人回家，在大家面前，我觉得自己特别尴尬。她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把孩子从我怀里抱走，她就是想大家看我笑话，连个孩子都抱不好。我在家里就是个免费的保姆，老公下班回家，做出一副很想带小孩的样子，其实满脑子只有他的球赛。我刚趴着把地板擦干净，刚停下来站一会儿，就被婆婆使唤去做菜。她那个急吼吼的样子，就见不得我有一刻空闲。菜刚下锅，老公就在那边喊我。饭好了吗？搞得像是全世界的人都要等我炒好菜才能有饭吃。还有10分钟，看完我就去了。这些事情充斥着我所有的生活。我真的快崩溃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没有人能帮我，贺老师，真的没有人帮我。前段时间，我脑子总是空空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满脸都是眼泪。你应该是正在经历产后抑郁。你还记得你刚才填的这个表吗？这是一份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对于里面提到的大多数生活情景，你都是觉得难过、自责、无助和焦虑。像这个表格一般来说，如果总分超过13分，那就是产后抑郁障碍的状态。而你的总分是21分。以前总是听别人说这个病，但我真的没想过我会得这个病。首先，我觉得你先不要担心，像产后抑郁其实很常见，只不过以前很少被人重视。在我们国内，每年会有1500万新手妈妈，那其中有60%到80%期间，在产期或者是产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只有接近20%会发展到产后抑郁症。每年会有1000多万不开心的妈妈。1000多万？没错，你并不是一个人。我想去做个咨询。做咨询？什么咨询？心理咨询。贺老师，如果跟别人说这个病，人家会不会觉得你特别矫情？因为我感觉我老公和我婆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不会的，这个病是有科学依据的。其实你的产后抑郁跟你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变化，还有你产后生活巨大的变化给你带来的应激反应都是有关系的。但请你相信我，之后我会陪伴着你一起持续关注跟评估你产后抑郁的水平。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我可以帮你转接到精神科，采取药物治疗，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好，你知道吗？人在抑郁的情况下，其实会有认知三联症的。什么叫认知三联？简单的来讲，认知三联症，自我、环境，还有一个未来。比如，我很不好，我很不正常，别人帮不了我，没有人能帮我，我对我的未来没有希望。我没有未来。但是你的想法，并不是事实，请你相信我。随着你的激素水平逐渐平稳，还有我会陪你一起面对这些问题，你的抑郁会有改善的。一次不要使用太多，有副作用。觉得情绪实在控制不住的时候再吃药。这个真的管用吗？你试试就知道了。谢谢飞哥。其实我每次从贺老师那出来，我都感觉，好了很多。他对我很有耐心，所以我想，他治不了你的病，不然为什么你咨询了那么多次，情绪还是不稳定？可是贺老师说，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难道你不想早一点好吗？有些事情也不像你看到的这样。什么事情？之后你会知道的。飞哥，飞。何老师，你知道吗？每次我想伤害我儿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像电影里的杀人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疯了。你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人在抑郁的情绪下很容易产生自杀的想法。想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一了百了的情况也会发生。也会发生吗？是的，我觉得你现在不必太过于担忧你这个想法。其实关于你这个想法，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它。那么詹璐，你仔细回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种想法会经常的出现？把一年级的绘画兴趣班给停了吧，反正我们也不要把他培养成什么大艺术家，你说是不是啊？天哪，干嘛呢？跟你说过多少次啊？不要惹弟弟，不要惹弟弟。我乖啊，乖乖乖，嘟嘟，讨厌。妈妈，你很担心你的女儿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贺老师，你也能感受到，我婆婆非常重男轻女。我不希望我女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受到伤害，我必须要保护她。你觉得女儿在奶奶那里受到了委屈会怎么样？她心里一定会很难受，她一定没有现在的性格这么好，可能会影响她一辈子的。所以你很担心因为奶奶的重男轻女而伤害到她。我也受到过这样的伤害，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恢复。因为你经历过，所以你明白那种痛苦。每当你担心奶奶重男轻女伤害椰子的时候，你伤害儿子的想法就更容易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孩子，
我都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对不起啊，我又开始了。没关系的，在我这里你可以释放任何的情绪。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最不会想伤害自己跟孩子？妈妈，你怎么有一根白头发呀？因为妈妈老了呀。妈妈，啊，那我照顾你，你能不能不老？你要是特别乖，妈妈就不会老。那你每天乖不乖呀？乖。奶奶，刚才我在楼下看见了一只大蜗牛，这么大。哦，真的？啊，陪我去吗？姨奶奶你也去吗？哎呀，我要抱孙子呢，不去。走嘛，去嘛。叶子那么乖。哎，好嘞，好嘞，来妈妈抱。去。妈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哭，妈妈不哭了，不哭。所以，当你的女儿非常的阳光、非常健康、非常维护你的时候，你想伤害自己跟儿子的想法就会逐渐减少起来。对不起啊，何老师，我到时间了，我得去接我女儿放学了。今天谢谢你啊。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哦，对了，何老师，我觉得我女儿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或许她没有我想的那么脆弱。你女儿一定很可爱，你很幸福。我很幸福，谢谢，再见。妈，我今天早点接你啊。好。让孩子叛逆期嘛，叛逆期都提早了，不错的。现在几点？现在马上到点了，你快迟到了，快！来，好好听讲，别跟同学打闹啊！快去吧，快去，慢点。好，拜拜。自我纠错能力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还不好认真听，老师不好好学。另外这一周啊，我们班上的张涵一进步是最明显的。那个小刘老师，我是椰子的妈妈，我想问问椰子最近的情况。这个每天的小测验做完以后，我都会让孩子回去跟家长一起做电子错题库。这都1周了，全班就你家孩子没交。是这样，那个我回去就给补上，不好意思啊。没事。现在这小孩不好学。小刘老师，你大姐想报个兴趣班，你给我推荐推荐。你看他尿裤子了！他都这么大了还尿裤子，我都不尿裤子呢。今天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您好，请问您是来咨询的吗？我找汤丽丽。丽丽她有事出去了，您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我帮您转达。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她最近过得怎么样。这房子挺不错的，您买的？怎么称呼您呢？叫我童瑶就行。您跟丽丽是？我们算是朋友吧。不好意思啊，之前没有听丽丽提起过您。这不是挺正常的吗？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事情，或者说秘密，你觉得对吗？看来他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行吧，我先走了。钟怡，谢谢你，谢我什么呀？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呀。谢谢你帮我妈妈盘了店，你知道吗？她现在天天忙着打理，都不怎么去打麻将了。为了你一个店铺算什么呀？只要你不再为他操心了，才是最重要的。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给老贺回复。他说什么了？他说有一个叫童瑶的人来找我，问是不是我朋友。你说他是不是就是想跟我说说话呀？没回就先别回了，给他点时间想清楚吧。你俩现在的心结，说实话还没打开呢。如果太热情的话，会强化矛盾；太客气呢，又会把你俩的距离直接推远。你也不想跟他只是成为一个有事儿才联系的朋友吧？当然不想。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文字呢，表达不了语气，会显得很尴尬的。我还是找机会跟他见面，好好聊聊。哎，小女孩的心思你还是蛮懂的嘛。你说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哄人呐？哈？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不会对别人的过去感到好奇的人。我本来不好奇，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好奇了。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不就跟你说了吗？我以前呢，的确是交过几个女朋友，直到我遇见了你，我想安定下来，好好跟你在一起。干嘛？浪子回头啊？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幻想，我爸送我出嫁的场景，他挽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我心爱的人。但是呢，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不过，我爸要是知道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怎么了？我在想，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你最喜欢的婚礼。我还以为某些人不情愿呢。哼，想什么呢？
要面对孕妇会患有产后抑郁的风险。其实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大大的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病率。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新手父母的问题，那是不是对于那种2胎家庭有了经验的就会好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有一个误区，2胎孕妇更容易有抑郁症的发病率，因为他们会面临比1胎更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家庭结构也会产生了变化。季教授，这是，我看就剩最后一本了。哎呀，君子不短所爱，谈不上所爱，您就收下吧。我和这本书啊没缘分，有过3本了，1本都没留下。谢谢你的好意，还是你收着吧。我之前在赫顿家见过1本，难不成？借出去的书，泼出去的水，1本在学生那儿，1本在同事那儿，还有1本啊。哎呀，时候不早了，有机会到家里来聊啊。我送你回去吧。不用，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上次因为忙别的事儿把你怠慢了，你不但不介意，还送我书。小贺有你这样的好邻居啊，我就放心了。赫顿的老师自然就是我的老师。怎么发展那么快？您误会了，我就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现在先跟您套套近乎，日后再来讨教。一本书匠收买我，你这如意算盘啊，打错了。赫顿的孩子吧，爱较真儿。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性子又急，容易得罪人。什么时候得罪人了，远水救不了近火。你呀，得多看着他点。赫顿是我的朋友，您大可放心。有机会到我家，尝尝我的手艺。伙食费。好，一言为定。小朋友，你找谁呀？叔叔，赫顿姐姐在吗？赫顿姐姐不在，钱开一哥哥在。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呀？我妈妈特别喜欢听他们的节目，所以我想找他们签个名。我想给我妈妈一个惊喜。真乖，可以的，你进去吧，叔叔帮你看着。谢谢叔叔。长得有鼻子有眼儿。
哎，琳琳，老钱，我从老贺那儿搬出来了。搬出来了？怎么了？哎呀，这你就别问了。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帮我多去陪陪老贺吧，好吗？谢谢你了。不是，不会吵架了吧？这是，我看就剩最后一本了。君子不短所爱，谈不上所爱，您就收下吧。喂，教授。一表人才，性格也不错，还会察言观色。最重要的是啊，生的最后一本书还会买来孝敬长辈，一看就是一个懂礼数的孩子。这么一本书就把你给收买了？那没办法，拿人手短。哎，教授，你刚才说的那本书叫做《认知功能障碍康复学》是吧？我记得我们家附近图书馆有好几本库存啊。你是易家辉？喂。哦，没什么。那个，你要是觉得欠人人情的话，以后买几本给人家还回去就是了。哎，行了，我就不短闲事儿了。张教授啊，晚上来吃饭，要不要一起？我可不要，你们两个好好吃吧。行，那我挂了。教授，你是在哪家书店遇到了家辉啊？在外头人模人样的，怎么到我这就鬼鬼祟祟的呢？我这叫视察，我看看你从我那儿收了多少本书，你欠我多少，我得心里有数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想看的直接拿走。哎，谢别拿，出来搭把手干个活，别老占我便宜。人呢？哎呀，来了！这个老狐狸就知道使唤人。笑什么你？你这是在剥蒜呢，还是在做实验呢？在我这儿都一样。行啊，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时候变那么扭扭捏捏的？你那新书酝酿那么长时间了，到底写的什么呀？想看啊？啊，回头自个买去。嘿，在我这卖上关子了。行了，别在我这碍眼了，该干嘛干嘛去。还瞧不上我了？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年了也不结个婚，你看我完全不操心下厨的事儿，不管多远回来，家里有个人等你的感觉。哎呀，说句实话呀，这岁数越大呀，越觉得心里暖和。你为自己偷懒找的理由够扎实的。你没抓住我说的重点。你说的就是两码事儿。反正你知道我说的重点是什么。你呢，该恋爱恋爱。你说什么呢？你还装？你那手稿，你个老单身，谈个恋爱怎么了？你说话什么时候能够好听点啊？你这个人吧，偶尔也得听别人给你说说客。说句心里话呀，我挺佩服你对他的感情，你的执着。但是，人失踪这么多年了，儿子估计都快成家了，你呀，也不能厮守一辈子，也该放手了吧？
你见过他儿子吗？没有，但是听人说挺勤奋的，也挺会读书的，应该发展的不错。这孩子现在在哪儿？霍顿，哎，发辉，你这有强力胶吗？怎么了？我的强胶找不着了，把银盒坏了，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应该有，你稍微等一下啊。这个是吧？你看一下。对，谢谢啊。没事。那我在你这弄一下。当然。对了，那天我去郊区的书店，你猜我碰上谁了？碰到了姬教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没有悬念。他跟我说了，他说你还送了他一本书，他觉得欠你一个大的人情。他太客气了，一本书而已。能看出来他非常喜欢你。下次得去他们家好好拜访他一下，上次太仓促了。季教授还跟我说，他有很多的私藏在你们家书架上，以后我要来借书看了。你这儿怎么了？哎，别动别动，流血了，稍微等一下。可能是做鸡心瓜的吧。我帮你消个毒吧。谢谢啊。没事儿，可能会有一点疼，忍一下。疼吗？一点。